你有没有刷到过长期主义这个词？当我在做这期主题的功课时，我看到这个词呢被形容成有很多不同的说法。有人提倡的是长期去使用一件物品，减少浪费和物品的淘汰率，却有人将它作为一个借口去让你买更贵、更高端的东西。我们常听到一个逻辑，一件物品使用的越久，算到每天的成本它也就很低。比如一件大衣，如果你花了2000块钱去买，穿了10年，每年的成本就只剩200块钱。但这里呢有2个疑问：第一，你是否真的会穿够10年？到最后你可能会因为质量、设计或者是纯粹个人喜好的改变，可能没过2-3年就被闲置了。第二个疑问就是，使用时间长短并不完全取决于价格。比如价格一件500块的基础款大衣，它好打理、经典耐穿，反而更会被你频繁使用。那相反，一件昂贵的品牌大衣，它太娇贵了，需要干洗和额外的保养，久而久之减少使用频率之后呢，就会变成你家里压箱宝。所以贵的东西并不一定能够坚持长期主义，这才是很多人误解的地方。他们就是想让你去相信长期主义等于高消费。只要你在网上搜索长期主义这4个字，多的都是在告诉你该买这件衣服，该买那个包包。说实话，他们就是在变相告诉你去花钱。长期主义并不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物品去替换，而是让已有的物品物尽其用。第一部分呢，让我们来深入讨论一下长期主义的本意。从根本上来说呢，真正的长期主义并不是让你花更多的钱去买最贵的东西，而是让你去审视自己手头上已有的物品，思考哪些东西真的能为你的生活带来价值。买一件材质好的羊绒衫，它可能比快时尚的廉价毛衣贵得很多，但因为它耐穿、保暖、舒适，可能一件就能让你穿上好几年。一台咖啡机坚持用到完全不能修了才更换。现在有一种被过度包装的长期主义，它的出发点呢完全变了，会让你觉得只有买贵的才符合长期主义。一双质量好、款式经典的运动鞋，它的价格可能有几百块钱，但你穿它上班、健身、旅游，穿了3-4年仍然觉得很舒服。它解决了你的实际需求，低成本为你带来了高效益。长期主义不是告诉你要去买贵的，而是告诉你要去买对的，不是为了所谓的高级感去盲目追求高消费。明白这个区别是很重要。对于奢侈品包，你一定都听说过这样的说法：这只经典款包用过10年都不会过时，它还能保值。这种说法的前提是你真的会高频率使用它。很多买了奢侈品包的人并不会每天都背，因为太贵了，怕磨损，怕弄脏，最终把它当成了柜子里的一件收藏品。而一只价格适中、设计经典的普通皮质包，无论搭配衣服啊，还是日常出门都毫无压力。所以一件物品的真正长期价值呢，从来不是看它有多贵，而是看它是否被经常使用。网上的人很喜欢告诉你去投资一大堆贵妇护肤品，效果让你一夜回春，重回20岁。用了这款眼霜，让你和鱼尾纹彻底说拜拜。就连初高中生都开始用这些贵妇级别的精华液了。什么样的年龄就该用什么样的护肤品。一瓶20-30块的基础保湿面霜，成分简单，让你坚持用了5-6年，它的效果还比那些用了几次就被你闲置的昂贵面霜好得多。再者，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就是动不动上百上千的厨具电器。首先，如果你是经常下厨，尤其是一个家庭里一起生活，每天需要煮饭、炒菜、炖汤，这些锅具的使用频率非常高，所以选择质量好、耐用的厨具反而能够减少频繁更换廉价厨具的浪费。相反，你要是平时点外卖、很少下厨的人，那么买一整套昂贵的厨具就不符合长期主义的理念。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咖啡机。我曾经是想给自己买这一台高达几千美金的咖啡机，那这样的投资呢，是能提升你喝咖啡的体验，还能减少每天去咖啡店的消费支出。像我只是偶尔需要咖啡，或许一台几十到100级别的简单咖啡机，甚至是一个手冲壶，就能满足我喝咖啡的需求。无论是厨具还是电器，都要结合自己的实际使用场景去选择，不要因为追求高级感而购买那些本质上无法融入你日常生活的物品。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很多人被灌输了
的一种误解，就是只有贵的才耐用，便宜的就一定质量差。其实很多平价商品同样也很耐用，比如一件纯棉的上衣，它不需要任何的品牌标签，只要版型做得好看，都能坚持穿上个几年都没问题。一台普通的卷发棒出来的效果也能做到和其他昂贵的牌子一样。高价商品带给你的心理预期往往很高，当你投入了大量的金钱、时间和精力，就会更倾向于坚持使用它，或者是为它找理由，即使它并不能真正满足你的需求，你会想着我都花了那么多钱了，这个东西必须一定要让我满意。无论是那件穿起来不舒服的昂贵衣服，还是那个功能复杂你却怎么也用不明白的高端咖啡机，你都会硬着头皮留着它们，用的次数呢却越来越少，最终变成了摆设品，也会让你陷入一种消费循环。你买了这件高价商品，觉得它给你的体验不够好，和你的预期有很大的落差感，于是就去寻找更好更新的东西，希望下一件物品能够填满你的期待值。就像我前面提到的，现在只要你在网上搜索长期主义这4个大字，大部分分享的内容都是围绕着贵价商品更耐用，经典款是最值得投资的，用了这个东西你永远不会后悔。如果你是这种内容的观看者，他们就是在告诉你去购买高端品牌等于一种合理的消费。有些博主在推荐某奢侈品牌的包，会反复强调它的款式有多经典，以及它的二手保值能力有多强。这看似是在提倡买经典耐用的产品，但他们并没有告诉你这些商品是否符合你的生活需求，它们的价格和使用价值是否匹配，还有一些虚假的长期主义内容。我真的忍不住想要问一句，这些博主到底是在提倡长期主义，还是在换个方式鼓吹你花更多的钱？这些所谓在分享长期主义的内容，总是让你去买新的东西，但却从来不提倡你去珍惜已有的物品。难道我们不是一件东西用坏之后才去买新的吗？现在倒好了，他们直接告诉你长期主义是去买更好的东西，但从来不说这些更好的东西不是你真正需要的。说到底，长期主义这4个字就是一种流行趋势，这个词已经成为了商品标签的流量密码。只要你搜索它，铺天盖地的推荐都是一些高质量和值得投资的单品。讲了那么多，我想让大家明白的就是，长期主义的关键是在于实用性和适用性。每件东西的价值呢，不在于它有多贵，而在于你是否能够高频率的使用它们，是否能将它们融入你的生活。一个普通的水杯，一双常用的墨镜，只要你用得久了，它们的意义可能比那些昂贵但闲置的商品来得多很多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的内容。如果你们喜欢今天这期视频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也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，拜拜。